我们今天说杨兰兰啊，进入主题，杨兰兰是谁啊？全网第一个，我的教友爆料看了杨兰兰的护照了，操！大家怎么谢我？我操！为什么啊？就是他让我隐去名字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隐去啊，用我自己的语言告诉大家几个大事儿。第一，那房子杨兰兰那个房子啊，那个顶层豪宅公寓是租的，不是买的，全网没有人说过啊，这是第一啊，是租的房子啊，不是买的啊，你搞错了啊，不是买的啊！操！现在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问题了吧？好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啊，如果要是有这么多钱的人，怎么会在那个地方住呢？那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住的地方啊，是有钱人不假，但是他是个普通有钱人，而且每个省都能找出20个那样的有钱人来，就是中国啊，30个省，就是中国民间能找出100个这样的有钱人，每个上市公司老板都能在那儿养一房或者弄一私生女啊。我没去过悉尼，但是我还不知道房地产嘛，悉尼跟澳洲跟美加也没有太大的差距啊。他那地方是有钱人，但是他也不是特有钱。真正的有钱人谁住那个地方啊？真正的有钱人，你看刘强东住哪儿？你看远平住哪儿？对不对？你看那都在悉尼啊，你看人家住哪儿啊？那怎么可能是顶层公寓呢？啊，所以这个看到了他的护照啊，我们来看看能讲的部分啊。教主，我在这边遇到了啊杨兰兰的房东啊，就是他那个房子的租房的房东。这个房东本人呢，他在澳洲的房子紧挨着刘强东家，那是真有钱。啊，刘强东家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有钱人都住大地豪宅，没有跟大家住 apartment 的啊。所以这个房东家呢是挨着刘强东啊。房东呢在澳洲，房东是个女的啊。房东在澳洲呢，那华人啊，在澳洲呢，悉尼呢投了好多高端的房子用于出租，其中有一个租客就叫杨兰兰啊，就是这个杨兰兰。房东家挨着刘强东家界边隔壁啊，但是他那个房子没租啊，他自己住那儿。兰字儿不是网上常见的2个点3个横兰是杨兰的兰啊。手机护照照片给他看了，这个护照是中国护照啊，不是澳洲护照，他是用中国护照的。手机的照片和手机的身份显示啊，内蒙古护照颁发地内蒙古，户籍也就是内蒙古啊，内蒙人。杨兰兰不是那个兰，不是兰花的兰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不是特别有钱的大领导的孩子啊，应该是内蒙的什么矿老板啊，什么管矿的这些省领导啊，大市的主要领导啊，这种人的孩子啊，没有那么悬啊。这个就是咱们就是辟谣了，反正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你也可以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给习近平家洗地的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我跟习总书记之间啊，我是不可能给他洗地的啊。但是呢，咱们讲究的是逻辑推演啊，事实分析，咱不能什么看到这东西还胡说八道的啊。所以，那么房东是什么情况呢？啊，房东是个女士啊，她的老公啊是个白人，是卡梅隆佩斯集团啊亚太总裁啊，住在悉尼。消息绝对属实啊，爆料了，所以大家就知道了，这是朝阳群众给我的爆料。那么解释几个问题啊，房东知道这些问题，给大家解释。第一，保释金没有7000万澳元啊，扯鸡巴蛋啊，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这一说纯属子虚乌有，没这回事儿啊，保释金很低，甚至可能是0啊，因为澳洲的这种交通事故的保释金不会太高，不可能是7000万澳元，应该是很低的，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数字。所以呢，这个保释金7000万澳元这个来源啊，那纯属摇滚啊，这个也是解释了我的一直以来的疑问，因为我虽然不是澳洲人，但是整个的五眼联盟它的法律都差不多，怎么可能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事故会有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呢？这是不合常理的，就是无法解释的，没有这个数啊！你信没有这个数？杀人犯的保释金都没有7000万澳元，何况是交通事故啊！所以啊，这种投喂的信，这鸡巴蛋！我告诉你，我有自己的判断，你爱信不信，不信拉鸡巴倒啊！你要是愿意信那个轮系姚梅的话，那你就跟着走吧！我操，那你看你还真把杨兰兰救了啊！你给他贴到最高领导人家里了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最高领导人家里边不会住那儿的，就这么简单啊！7000万保释金这个事儿是个扯淡的事儿啊！而且呢，我查了，属实，悉尼警察局官方辟谣，保释金是0。我操，保释金没有，那么哪来的7000万？我不知道这是谁搞出来的7000万啊！对于澳洲的这种司法体系的了解几乎是0。第二点啊，就是所谓身价2700亿澳元这一说法啊，纯属扯淡啊！2700万澳元，2700亿澳元啊，相当于大概1.3万亿人民币。这是什么？这一个杨兰兰口袋里装了1.3万亿人民币。你要是信这个说法，你不要当我的观众了啊！你不要当观众，因为这是扯淡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整个澳大利亚的 GDP 才有多少啊？
2700亿澳元，你玩过钱吗？你这都属于皇帝耕田用金锄头的意银呐，是没有可能的。2700亿澳元是没有办法存入澳洲银行的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澳洲银行撑不住2700亿澳元。任何一个澳洲银行，你往里存2700亿澳元，把澳洲银行系统给搞崩了。所以澳洲的杨兰兰有2700亿澳元这个事儿是扯淡啊！大外宣无疑，快鸡巴滚吧啊！我是大外宣，你鸡巴大内宣，你赶紧走吧啊！别鸡巴扯淡啊！所以这个事儿呢，我跟你们讲的就是事实啊！1.27万什么1.3万亿人民币，你们查查这个数是从哪儿来的？不可能啊！我不是说杨兰兰是什么好人，杨兰兰不一定是好人，但是啊，几乎杨兰兰可以说一定不是好人，但是你不能说他有1.27万人民币这样侮辱我们智商的话啊！我没有说过他有1.27万人民币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杨兰兰有2700亿澳元，那扯鸡巴蛋的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是姜志成，也只有大概5000亿美元的身价。杨兰兰算个啥？她一个小女孩有2700亿澳元，那也就是说她是半个姜志成。那你这不可能啊！那除非是老席家呀，操，谁家能有他妈2700亿澳元？除了席家，我估计没有任何人在这个10年中能够攒出这么多钱，放到这么一个外围的这样一个这个白手套里边去，那不可能的啊！所以这个数，我不知道这个数是谁第一个喊出来的，但是谣言无疑啊。第三个，也就是说涉及到啊，我原来一直的怀疑，就是悉尼的顶层豪宅啊，住在那里边有2辆库里南加一个保镖，这就是杨兰兰，还有浑身名牌。那个房子大概其的价值是500万澳元到1000万澳元，这个数啊错不了啊。那个房子大概就是1000万澳元以里，就这个价。我问你，有2700亿澳元的人会住在一个1000万澳元的公寓里吗？你们知道公寓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公寓是什么？公寓无论它顶层还是底层，无论它是一梯一户还是一梯两户，无论它是潘 house 还是怎么着牛逼，第一，它是有公共出入口的；第二，它是有公共电梯的；第三，它是有公共游泳池、公共会客室、公共 party room 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谁家的白手套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他简直是把自己的安全太不当回事了。如果想干他，只要在同一个公寓里面买套房子或者租一套房子，那就分分钟能接近他，那并不难了，那就非常容易了。我操！所以你要是这个2700亿澳元的得主，你会住在这地方吗？你看看真正的加拿大也好，美国也好，澳洲也好，真正的富豪，咱不就说2700亿，咱们太多了啊，咱就说27亿的人，你看谁住公寓？他有可能买下这一栋公寓自己住，那有可能。我操，这公寓我都买了，我有个性。或者这5星级酒店我太喜欢了，我把这5星级酒店买了，我太喜欢这个高尔夫球场了，我把这个球场买了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你要说他在里边跟你们share，跟你们分享啊，你们别鸡巴扯淡了啊！所以这个事儿啊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媒体先鸡巴扯淡的，我操，就是越传越悬。好了，现在啊，从我这频道给大家辟谣，这个人最大的可能是个暴发户啊，最大的可能绝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孩子。啊，虽然我对某主要领导人充满了意见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他妈的流量而侮辱我们的智商啊！这是因为这种炫富、浑身名牌，这不像红三代的表现啊。我们身边也有大家都认识很多经商的红三代啊，真正的红三代啊，红二代、红三代、红四代反而低调，很低调啊。所以那种什么阿鸡巴的浑身都是名牌，没有 logo 啊就不能穿出去的人，往往是暴发户。啊，不是什么红三代、红四代，红三代、红四代的家教都是很严的啊，没有这种没家教的孩子啊，所以这个事儿，老郭不是住的公寓吗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，老郭是不是暴发户？老郭是不是有2700亿？回答我，你这不就得了？你自己知道答案了。我再给你重复一遍，没有那么多钱的暴发户才住在那地方，你这懂吧？啊，当然啊，纽约中央公园还有一个房子，里边住着一个公主啊，公举啊，那个是真的公举啊，那个是个公寓。那这个是例外，这个我得承认啊，这个5000万美元的一个公寓，在某个公举的名下啊，公举还在网上PO过啊，这个是他妈的，我操，这个鸡巴的，这个打我脸了，我操，这打我脸了，这个当时我看到之后，我就骂了，然后就给我拉黑了，我说这鸡巴也不像个公举的样子呀，妈公举第一，这算个屁呀，这也值得炫？国家都是你的，这有什么值得炫的？一个他妈曼哈顿公园的一个公寓，那都是个体户、暴发户炫的，你炫什么玩意儿啊？紫禁城都是你的，想要的话，白宫一个角都可以分给你，这个你这去炫什么？没办法，他们家就这样啊，操啊！就是跟彭丽媛、唐宁，你别说这个呀，就是我跟你说的，就是他家除外，他家 really 暴发户，我操
我说那个公举就他家人，那公举啊，那就是大公啊，我操，那就这我跟你讲，杨兰兰真是内蒙的，他护照是内蒙的啊，护照内蒙，所以这他妈好奇怪啊，我操，这好奇怪，真的就是我们也认识不少所谓的这个前常委啊，或者什么红三代啊，都非常低调啊，像他们家那样浑身名牌，我操，那种暴发户，感觉头一份啊，真没见过世面，真没见过世面。他们家那个之前，因为他们压缩的弹簧，压缩弹簧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要选择国家的接班人啊，真的不能从这个被打倒过的人身上选啊，因为被打倒了以后，他们家像个弹簧一样压，忒饿了，换句话，那个饿那个就跟那个跳蚤一样，他妈饿的那肚子都贴上了，可家伙那吸到血管上，那这第一撑爆为止，第二他不下来，还不下来没够，我谁没说啊？我谁没说啊？我说的是公举。我没指名点姓啊，你们不要给我弄那个人名啊。保镖我不知道，保镖我不知道，保镖好像水平也一般吧，不就是一个武警吗？那个不是很高的啊。对，我觉得也是，我觉得是煤老板家的可能性最大啊，所以他不是特别有实力的人啊，应该不是。什么有实力的人会租房子吗？就太简单了。真正有实力2700亿，你告诉我他租一个顶层公寓，我操，我都笑了。租了个顶层公寓，自己开库里南，喝完酒自己开库里南。那么有钱的人自己开他平时他自己开车，我操，他没有司机，你告诉我他有2700亿，大哥，我操，你能不要羞辱我好吗？啊，好嘞，李小林一身名牌，这个例子举得好，这也是个奇葩啊，这是个奇葩，李小林是个奇葩。那真是除了成功，除了自己的努力啊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的这么一个成功人士啊。这个王叔你给我发信了，你是在给人家洗白？没有，我没洗白，我就说这里边有逻辑不通的地方。这里边我不是给谁洗白，这里边有逻辑不通，你们不承认逻辑吗？如果你们不承认逻辑，不要当我观众啊。这里边有逻辑不通的地方。哎，有人傻逼，这个博士那个博士的，整天跟我抬杠，看不见那个逻辑不通的地方，就他妈使劲在那死磕，操，逻辑不通，明白吗？找一个点就知道他逻辑不通。这就是你们不行的地方。2700亿澳元的人带一个保镖，2700亿澳元的人自己租个房子，租顶层啊，就算是买的1000万澳元房子，你这边逻辑不通嘛？操，你根本就没有逻辑啊！这扯鸡巴蛋嘛，那真是2700亿澳元的身家的话，真是老习家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住在那儿呢？你们真有意思，我操，这不屁股想也知道呀。对呀，那你只能想他大概其的身份，你顺能顺着，他肯定不是谁的孩子，他肯定不是啊。好了，一个库里南再好说有几个钱，说太对了。那贫穷限制你们想象力，你们就是一帮傻逼。就什么傻逼呢？就是皇上家耕田是用金锄头的，王家那个娘娘炒菜是用银铲子的。这起码娘娘能炒菜吗？皇上能耕地吗？你这他妈那个傻逼吗？操！那么2700亿是什么概念？脑子有点数吗？不要2727亿澳元的人就没有人自己开库里南的，这第一。第二，没有人去住公寓顶层的。就是我操，就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抬杠啊！不要跟我抬杠，抬杠就是你傻逼，就这么简单啊！你说老王，我有2700亿，我就喜欢自己开库里南，我操，那好吧，你就属于那个傻逼，我操，我他妈有朝一日我富了以后，我点煎饼果子，我点2套全餐，我自己吃一套，我扔一套，哎，你就是这种性格，当今公主也开4，谁他妈告诉你的？操，你他妈哪只眼睛看当今公主自己开车，脑子有屎都是啊！解释一下国内为什么要打压热度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正是因为这些人在谣言的过程中非得往老习家贴，反而打压热度了。你看这个事儿，因为他不是他家的呀，操！那你这个任由这个吵，这不真成他家人了吗？我猜是这样的啊，就等于是你是在帮助老习。你要是不这么吵，反而有可能把杨兰兰给弄出来了。你比如说这种爆料的人，他们身边有很多人知道杨兰兰是谁啊。如果要是不是往老习家弄得这么高政治高度，只是保留在一个所谓的比如说一个民间的这种传言上，可能他的护照早就贴出来了啊。他护照一贴出来，那国内任何一个公安机关都可以把他身份查个底掉，所以反而是不敢查了。你往老习家弄了，那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谁弄这事儿啊？这是有可能的。